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今天影片的一开始，我想先请问您一个问题：您的血糖是不是又超标了呢？明明很认真的在吃药，医生说不能吃的东西，我们也很小心的在忌口，甚至每天都很努力的去公园走路运动。为什么那个血糖值还是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忽高忽低，怎么都控制不下来？看着那个数字，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对吧？那种感觉好像自己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真的让人很烦恼，很无力。我是佳琪，一位专门研究熟龄健康的朋友。在过去的10几年里，我陪伴过许多像您一样的长辈，一起走过这条控糖的路。我知道这条路不容易，所以我完全理解您的感受。但是请您千万不要灰心，因为今天佳琪就要来跟您分享一个好消息。我要跟您分享11种经过科学研究证实，能够帮助我们辅助快速降低血糖的纯天然饮品。最重要的是，这些方法都非常简单方便，很多材料您家里厨房就有，几乎不用花什么大钱，就能为我们的健康多加一道防护网。接下来我会用倒数排名的方式，从第11慢慢介绍到第1名。您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因为排名越前面的效果越好，特别是今天的第1名，它的降糖效果可能会让您大吃一惊。好，那么在我们揭晓这份神奇名单之前，佳琪想先花2分钟带大家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来搞懂我们身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您知道吗？我们身体里每一个小小的细胞都需要能量才能工作，而这个能量就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转化的葡萄糖。但是葡萄糖自己是进不了细胞这个家的，它需要一把钥匙来开门。这把神奇的钥匙就叫做胰岛素。当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胰岛素这把钥匙可以很顺利地把细胞的大门打开，让葡萄糖进去变成能量。但是当我们有高血糖问题时，通常是2个状况，一个是钥匙不够了，另一个是门锁生锈了，钥匙插进去也打不开。那这些进不了家门、流落在外的葡萄糖会在我们身体里做什么呢？它们就会在我们的血液里到处乱逛，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又黏又稠。这就是高血糖。这个状况其实非常危险。佳琪用一个您一定能听懂的比喻：我们的血管年轻的时候就像家里刚刚装好的新水管，管壁非常干净，非常光滑，血液流过去畅通无阻，把氧气和营养送到全身的每一个角落。但是高血糖呢，它就像我们每天洗碗，那些油油腻腻的菜汤没有冲干净，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粘在水管壁上，形成一层油垢。一开始您可能没什么感觉，水流还是能过去，但是时间一久，这个糖分形成的油垢会越来越厚，越来越硬，把我们的血管，也就是水管，变得越来越窄。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水管堵住了，水就流不过去了。在心脏就叫心肌梗塞，在脑部就叫中风。更可怕的是，这个糖垢还会慢慢腐蚀我们的水管，让水管壁发炎、变脆、失去弹性。这就是为什么高血糖它不是只有血糖高的问题，它会从头到脚慢慢破坏我们的器官。肾脏会坏掉，需要洗肾；眼睛会看不见，这叫视网膜病变；脚会麻会痛，甚至需要截肢，这叫神经病变。全身的水管都出问题了，您说可不可怕？所以控制血糖真的不是在开玩笑，它是在保护我们全身的器官，保护我们未来的健康和生活品质。好，理解了高血糖的危害，我们现在就来揭晓到底有哪些简单的天然饮品可以成为我们对抗高血糖的好帮手呢？
我们从第11名开始。第11也是最重要的一样，就是清水。您可能会觉得，哎呀，佳琪，喝水谁不知道？但您知道吗？很多人都做错了。水对我们控糖的朋友来说，有2个最主要的功能。第一是稀释，当我们血液里的糖分太高，血液变得很浓稠的时候，喝足够的水，就像在很甜的糖水里加水一样，可以立刻降低血液的浓度，让血糖值稍微降下来。第二是排出，我们的肾脏是帮助身体排除多余糖分的重要器官，但它需要足够的水才能有效率的工作，就像洗衣机需要水才能把衣服洗干净一样。如果水喝不够，肾脏就没办法把多余的糖顺利地排出去。所以请记得，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喝水，因为那时候身体已经在发出缺水的警报了。我们要养成主动喝水的习惯，没事就喝1-2口。当然，如果您的肾脏功能本身就不好，有被医生交代要限制饮水，那一定要遵循医嘱哦。接下来第10名是番茄汁。番茄真的是个好东西，它的升糖指数，也就是 GI 值，只有15，非常非常的低，喝下去几乎不会影响我们的血糖。不仅如此，番茄里面最珍贵的成分叫做番茄红素，它是一种非常强的抗氧化剂，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对抗发炎。我们刚刚说高血糖会让血管发炎，而番茄红素正好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这个状况，进而提高胰岛素工作的效率。不过佳琪要特别提醒您，外面卖的番茄汁很多都加了盐、加了糖来调味，那种就不行哦。我们要选择100%无添加的纯番茄汁。如果家里有果汁机，自己买新鲜番茄回来打，那是最好的，连皮一起打，营养更完整。好了，最基本的2样，清水和番茄汁，我们知道了。这2样是不是非常简单？接下来，佳琪要带您看看，我们生活中有哪些平常可能被我们当成垃圾丢掉的宝贝，其实它们才是真正的降糖高手。第9名是芭乐叶水。没错，就是那个我们吃完芭乐就把叶子丢掉的那个芭乐叶。您知道吗？在很多传统的养生智慧里，芭乐叶可是个宝。科学研究也发现，芭乐叶里面富含一种叫做酶4子酸的特殊成分，这个成分很厉害，它可以在我们肠道里减缓碳水化合物分解成葡萄糖的速度，也就是说，它可以让糖分慢慢的、稳定的被吸收，而不是一下子全部冲进血液里，造成血糖飙升。所以餐后喝一杯芭乐叶泡的茶，对于稳定餐后血糖非常有帮助。再来第8名是玉米须茶，这个就更常见了。我们去市场买玉米，那个须通常都直接丢掉了，是不是很可惜？在中医里，玉米须有个很厉害的名字，叫做龙须，自古以来就是用来利尿、消水肿、降血糖的好东西。现代科学发现，玉米须里面含有丰富的类黄酮，这种物质有助于修复我们受损的胰脏细胞，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分泌出更健康、更有效率的胰岛素。这就是一个变废为宝最好的例子。下次您煮玉米，记得把须留下来，洗干净晒干，就是最天然的降糖茶了。介绍完这2样老祖宗的智慧，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厨房，看看厨房里有哪些降糖法宝。第7名就是苦瓜茶。说到苦瓜，我知道大家的反应很两极，不过您可别小看它，苦瓜在草药学界有着植物胰岛素的美誉。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含有一种叫做多肽 P 的成分，它的结构和作用跟我们身体里的胰岛素非常相似，可以直接帮助糖分进入细胞，达到降低血糖的效果。同时，它也能抑制我们在肠道对糖分的吸收，所以说它真的是名副其实的降糖高手。
说到这里，佳琪也想跟您互动一下。说到苦瓜，您是喜欢它的味道，还是很害怕那个苦味呢？您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分享一下，看看到底是喜欢的人多，还是害怕的人多。好，接下来第6名是我们厨房里的养生大明星姜黄茶。姜黄这几年非常红，您一定听过。它之所以这么厉害，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超级成分，叫做姜黄素。姜黄素是目前自然界里被发现最强效的抗发炎物质之一。我们一再强调，高血糖的根源之一就是身体长期的慢性发炎，而姜黄素可以直接攻击这个问题的核心，透过降低身体的发炎反应，来显著提高我们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您记得吗？我们前面说的门锁生锈，姜黄素就像是润滑油，可以把生锈的门锁清一清，润滑一下，让钥匙可以更容易的把门打开。不过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如果您有在服用抗凝血的药物，像是阿司匹林，那在食用姜黄之前，一定要先咨询您的医生哦。第5名和第4名是比较少见一点，但效果也很好。第5名是醋荔枝，它富含一种矿物质叫做镉，这个镉是帮助胰岛素工作非常重要的小帮手。第4名是葫芦巴茶，它里面有一种氨基酸，可以刺激胰岛素的分泌。这2样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有机商店找找看。介绍了这么多，从第11到第4，您是不是已经等不及，想知道究竟是哪3样东西能够登上我们今天降档神水榜单的冠亚季军宝座呢？好，我们马上来揭晓。第3名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绿茶。绿茶的好处真的说不完，但对控糖的朋友来说，它最重要的成分叫做儿茶素，特别是一种叫做 ECG 的儿茶素。这个 ECG 跟姜黄素有点像，它同样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度，让门锁不再生锈。而且有非常多的长期研究都指出，规律饮用绿茶有助于降低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叫做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代表的是过去3个月的平均血糖状况。如果这个数字能降下来，那才代表我们的血糖是真正的稳定下来了。接下来亚军第2名是柠檬水。柠檬水也是非常棒的选择，它的 GI 值只有20，非常低，而它的秘密武器是里面的柠檬酸。柠檬酸跟芭乐叶里面的成分有点像，它可以在我们的消化系统里延缓淀粉的分解速度。我们吃进去的饭、面都需要靠淀粉酶来分解成葡萄糖，而柠檬酸可以暂时抑制这个淀粉酶的作用，让淀粉分解得慢一点，再慢一点。效果有多好呢？有一份研究发现，在吃饭的时候一边搭配喝柠檬水，餐后的血糖高峰竟然可以降低大约30%。您想想看，这个差别有多大？平常我们吃完一碗饭，血糖可能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咻的一下就冲到180甚至200。但是如果在吃饭的时候，旁边就放一杯无糖的柠檬水慢慢喝，这个研究告诉我们，您饭后的血糖高峰有机会可以从200降到大约140左右。这就好像把一座原本非常陡峭的山坡变成了一条平缓好走的步道，我们的身体走起来当然就轻松多了，对胰脏的负担也小很多了。好，各位朋友，深呼吸，我们终于要来揭晓今天的第1名了。这个冠军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它就是我们厨房里很常见的调味料——苹果醋。为什么苹果醋这么厉害，能打败这么多强劲的对手，拿下冠军宝座呢？因为它的秘密武器叫做醋酸。这个醋酸非常强大，它有双重火力。第一重，它跟柠檬水一样，可以减慢淀粉的分解。第2重，也是它最独特的地方，它可以延缓胃排空。也就是说，它可以让食物在胃里面待久一点，不要那么快进到肠道去吸收。这一快一慢，双管齐下，效果自然就非常显著。特别是对于改善空腹血糖，很多研究都发现苹果醋有非常惊人的效果。
有些研究甚至指出，在睡前喝1小杯稀释过的苹果醋，有助于降低隔天早上的空腹血糖值。听到这里，您一定很想知道这个苹果醋到底要怎么喝才对。别急，佳琪现在就一步一步手把手教您，您一定要记下来哟。第一步是怎么选。您去超市买苹果醋的时候，一定要选那种瓶身上有写未过滤含醋母的。您拿起瓶子对着光看，会发现瓶底有一些云雾状的沉淀物，那个就是醋母，是好菌的家，是活性和营养的来源。千万不要选那种看起来清澈透明的哦。第二步是怎么泡，这个比例很重要，您就记得一个黄金比例1:10。也就是说，如果您用我们家里喝汤的那种白色陶瓷汤匙舀1汤匙的苹果醋，那就要配上10汤匙的温开水或冷开水，把它稀释开来。千万不可以直接喝原液哦，那个酸度太高了，对我们的食道和胃太刺激了。第三步是怎么喝，佳琪强烈建议您最好是用一根吸管来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牙齿外面有一层很宝贵的保护膜，叫做珐琅质，它最怕酸了。如果我们直接用杯子大口喝，醋酸会直接接触到整口牙齿，久了之后可能会伤害牙齿。用吸管喝就可以让稀释过的醋直接进到我们的喉咙，完美绕过牙齿，这样就能保护我们一口好牙，到老都还能吃好吃的东西。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是喝完怎么办？喝完之后别忘了马上用清水漱口，把嘴巴里可能残留的酸味冲掉，这样整个流程就非常完美，非常安全了。这4个步骤，选对醋，泡对比例，用对方法喝，喝完要漱口，您记下来了吗？只要照着做，苹果醋就能成为您控糖路上最强大的伙伴之一。哇，从第11名的清水一路介绍到第1名的苹果醋，今天我们真的收获满满。不过在影片的最后，佳琪有几句非常重要的话，一定要叮咛您，请您一定要听进去。第一，今天介绍的所有饮品，从水、绿茶到苹果醋，它们都是非常好的辅助工具，就像我们走路时多了一根拐杖，可以让我们走得更稳。但是它们绝对不能取代医生开给您的药物或是正规的治疗。药一定要按时吃，血糖一定要按时量，定期回诊给医生看，这才是最重要的根本。第二，任何好东西都要适量，不是说苹果醋好，我们就把它当水喝，那样反而会伤身体。一天1到2杯稀释过的醋就非常足够了。而且，如果您有在服用其他的药物，或者是有胃部不适的问题，在尝试这些饮品之前，最好都先问一下您的医生或营养师，听取专业的建议，这样才是对自己最负责任的态度。健康是需要我们用智慧去经营的。如果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请务必按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请您分享给所有您关心的亲朋好友。您也知道，这类真正有用的健康知识影片，随时都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消失，建议您先按赞或下载保存起来，才不会找不到哦。我是佳琪，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见。